你们知道不？婚纱照这个事儿属于国粹，在国外是没有的。我和我老公当年结婚，虽然是在铁岭，也没照结婚照，因为在外国人的文化中，新郎必须得等到婚礼上才能看到新娘穿婚纱，如果在婚礼前看到了，是一件非常不吉利的事儿。而婚纱照肯定不能穿秋裤照，所以当时就没照。所以国外的结婚照呢，它就不是摆拍，是婚礼现场找摄影师抓拍，那这玩意儿风险就特别大。比如我婆婆的婚礼，婚礼上我公公喝多，跳舞时候把门牙磕掉了，一共就留下4张结婚照，1张有牙，1张没牙，2张满地找牙，导致这个婚纱照的美感呢断崖式下降。所以他们这种拍法风险就很大了。咱们的结婚照没照好可以删了重拍，他们的结婚照没照好那只能离了重结。所以呀，这婚纱照它属于国粹。那你知道国粹中的国粹是啥？是古装婚纱照。我和大胖媳妇今天结婚7周年了。那结婚之前你说不拍，他说不吉利，那都7年了，都刺挠成啥样了，总可以拍了吧？还能不吉利到哪去呢？所以今天去补拍的嘛。结果一到照相馆，我老公对婚纱照毫无兴趣，就要上古装。他说他在中国一直有一个古装穿越梦。我说哎，那你们加拿大就没有专门照古装照的地方吗？他说我们建国一共150多年，我们的古人还健在呢。我姥爷应该就属于古人了，我在加拿大都属于中古。你看人家墙上我姥爷那照片，那就是我们的古装照，除了裤腰带、提头发、就纹，没有什么区别。哪有你们这古装照这么酷炫？所以他就是要拼古装，上来就挑了一套瞅着最贵的衣服，披上就问我，哎，有没有霸王别姬的感觉？我说霸王别姬有，但是你不像霸王，说出来呀都不好意思。你能看出来吗？人家摄影师本来给俺俩设计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，但是我家宝玉太胖了，肺部那个宝玉服呢，正着穿胸毛太碎，反着穿全裸后背，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地上坐着个杨妃。人家照相馆一共10多套古装，就没有一套能完整的全套穿衣。别人混搭的是色彩，他混搭的是朝代。最后他是头顶着安禄山的帽子，脚踩着贾宝玉的鞋，系着狄仁杰的腰带，打着苏培盛的结，里面是梁山伯的衬裤，还印着祝英台的蝴蝶。我女儿问我爸这套行头是哪个朝代哪一年？我说你爸这身行头上下5000年。我女儿说我的爸爸像发现新大陆的外来使节，当古代外宾的。我说你的爸爸更像是波斯圣宫的闭眼侍妾，用来进贡和亲。他这一个人乱了，我们都没法搭他，最后都是瞎穿。我像林黛玉的丫鬟宝娟，我女儿像民国冷清秋，我儿子像弼马温。别人家金婚照才能达到的效果，俺家今天就完成了，一个照片4代同堂。今天我过生日，你们猜猜我的大胖媳妇给我准备的是什么礼物？借此机会我顺便澄清一下子啊，我今天刚满32， 90年生人。以后7几年的朋友们啊，请不要再管我叫彩玲姐啊，我不爱听。首先呢，蛋糕是他定的，这本身就是个错误。他手机上选的蛋糕连那个60都没改呀。谁过生日啊？他说他全世界最喜欢的蛋糕就是那款特别中国特色的一个大蟠桃，然后配个大寿星老那个蛋糕。他说他就爱那款大纹的，但是现在的蛋糕店他说太新潮了，他就没找着那个带寿星老人的。但是为了配这款蛋糕，人家在我家原地 cos 了一个寿星老。然后呢，就到了给礼物的环节，整的神秘兮兮的。哎，拿铁，你说爸给妈买的啥呢？你知道不？包。他知道我喜欢哪个包。哎，那你说他买的，如果要买的包，哪来的钱呢？我给我把钱了。面条机，面条。我给我把300呢。你是有什么大病啊？对，多大病？煎饼果子。当时周围一堆人给我整的这个没面。这事儿咋回事？为什么要买煎饼机呢？是这样的，就前几天北京街上都没有人，你点外卖都没有骑手接单。然后我呢，突然间就特别想吃煎饼果子，就像有人说的似的，人家摊上这个毒猪啊，可能应该叫老母猪，就都特别能吃。然后点了1个多小时也没有人接单，大胖媳妇呢就非常着急，就给人店家打电话，那个我的煎饼果子你快点送啊！人店家说我们都摊好煎饼了，但没有人接单。大胖媳妇说那怎么办呢？人说那不行的话我给你闪吧。大胖媳妇说我要什么伞呢？人家我要吃饼，你给我伞，我吃什么伞呢？然后还跟人说我的爱人就是想吃一个煎饼，然后现在谁都不送，哎呀，这让我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都绝育了。人对方说你要绝育了，你喝点粥，你这时候你吃煎饼果子干啥呀？我说你是不是又用你那个手机 APP 学汉语学窜台了呀？你是不是想说绝望啊？那怎么说个绝育呢？俩人唠的那个劈柴人，后来拎衣服自己出去买去了，说为了我做一把男人，坚决把这个煎饼给我买回来。你穿上毛裤不穿，你等着毛裤买完了你不穿，你这毛裤全给你放闲鱼上卖了。啊，不让。然后骑着电动就去买去了，回来冻傻了，就直了。
但他给我拎回来的煎饼很热乎的，放自己肚子上了，一道焐回来的。我呢，说实话挺感动，就是这个煎饼让他捂的有点他的膻味儿，没别的毛病。但是从此他就立志要自己摊煎饼，天天在俺家平底锅上练，那打鸡蛋啪啪碎呀。他说：“哎，你说我怎么一打鸡蛋把手里就漏呢？你们说的漏的手是不是这么来的？”所以借我的生日，人家给我买个煎饼机。他说我们试煎饼的方式太被动了，要自己会煎。今天自从打开这煎饼机，已经摊了6个煎饼，换这样的摊，简称摊晃，简称摊晃。俺家俩孩子先看煎饼都跑。现在他买的这个什么煎饼机、炒菜机、面条机，我用过一次俺家的安保床垫、拿铁的那个玛莎拉蒂。我现在给这个东西全上架到闲鱼，咱给他找个下家。今天一律15到50块钱断舍离。哎，这这么轻的，这面里边 Switch 哪去了？你给我放空盒，给我拿出来。你们如果想买啊，上闲鱼搜索我的名张彩阳，就可以看到这些宝贝和数据。我家所有闲置的我都往上找，除了这俩我暂时先不卖。你们有啥好玩的也可以往上挂嘛，就能挣点是点。救爸爸，救爸爸，谁也救不了你们。妈。我妈前一阵被误诊了，我婆婆温迪一番安慰，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我妈对她的印象。以前就是有点烦，现在是真的恨。前几天我妈来北京检查，医生跟我说我妈肺部像是恶性肿瘤，当时给我吓完了，我就找了很多医生看，最后才发现是结节长得有点奇怪，但其实是良性的，没事儿。但是你能想象当时被误诊的时候，那我家真是就是愁云笼罩啊。然后是温迪一听说，立马在俺家群里给我妈发微信，就是外国人非常标准的那套慰问。Oh, I'm so sorry， 就我为此感到非常难过。我就赶紧给温迪发私信，我说温迪，你现在少说点这些虚的，你就表达你理解他。温迪说我懂，然后跟我妈说，我嫂子哈跟你得的是一模一样的病，去年没了，从得知到走4个月，所以我完全理解你的恐惧，说没就没了。我赶紧给温迪发私信，我说温迪，你看你能撤回不？如果不能的话，你能不能不说你嫂子跟我妈一样的地方，你强调一下你嫂子跟我妈不一样的地方，我求你了。然后我看群里温迪立马补一句，但是我嫂子是一个墨西哥人，就是温迪他也不是不关心你，但是他完全没有说吉利话，别说忌讳词这种概念。所以对于他们，就你要是跟他生气吧，那结局只有是你跟他们生气。我知道他这个特点，因为当年我结婚的时候，他就一定要把他的婚纱邮过来让我穿，跟我说的是你一定要用我的婚纱，这个婚纱我妈穿过，然后离婚了，二婚时候还穿的它，然后又离婚了，然后给了我试了很多次，马上结婚了，未婚夫跑了，我就给我妹妹穿过一次，但是到那为止，这个婚纱就再没被人穿过。我说因为你妹妹又买一个婚纱，温迪说不是，因为我妹妹去世了。这个婚纱经历了3个女人，多有故事，多有历史。我一算，这不光3个女人，还5段婚姻呢，5段婚姻呢。所以以前吧，我还在想，是不是他们就对外人这样，就不在乎咋说话，对自己家人不这样。直到上个月，我小姑子妮蔻出了场车祸，住院了，轻微脑震荡。我在家里的群里正搁那码字想怎么慰问呢。我公公布兰啪一条信息，妮蔻今年脑震荡第2次了，爸爸先不去看你了，但是下次如果你直接进 ICU 了，爸爸考虑一下。So did they recognize you at the hospital? Frequent flyer miles? 给我镇住了。我要问大胖媳妇，我说你们的慰问方式就一直是这种诅咒型的吗？他说那你们碰着住院的，你们说啥呀？这时候你说啥也不对。我说我们直接往枕头底下塞钱。大胖媳妇说那还是不要了，他开车1年出好几回事儿，那咱家这2年出入挺平安的，你这种事儿跟他们可卷不起。哎，你还真别说，我开车这2年还真进步了。刚学车时候我也不会停车，但现在有蔚来 ES6了，自动泊车就是轻松搞定，而且 Naomi 还支持语音互动，播放喜欢的音乐，座椅按摩、加热，一切都不在话下。我觉得你扣再来可以整一辆，这2天他可以选颜色。不光我妈，我爸也深受其害。前2天我爸我还有大胖媳妇一起坐飞机从沈阳回北京，中途有一段就特别颠簸，颠的我都要吐了。然后我爸就非常紧张，手握着把手，就人非常焦灼。大胖媳妇见了吧唧，啪打我爸一下。昨天晚上我说加盘小龙虾，你说嫌贵，现在你后悔不？我爸根本不听他说话，还是非常害怕，自己捣鼓。你说飞机上这降落伞都好使不？万一我这个不好使？大胖媳妇一把把我爸抱住了。没事，爸爸，用我的伞，我抱着你一起飞。哎，但是我不敢保证啊，落地的时候要是你先落地，我可能会把你压死，